来看到川习会前，现在呢正式的军事摊牌了。我们看到解放军的部分，辽宁舰南下单挑7国联军，等一下会一起来看哦。还包括了海警现在打脸日本的右翼。机关炮都已经瞄准要强势驱离日本的贺丸号，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一个比较细部的关心。先来看到呢，美日非为主的这个国家组成的7国的2026肩并肩联合军演，这一次可以说是动用的兵力，他们说是历年来最大，一共是17000名的兵力。那么日本出动了它的1.9万吨的这一个。1号直升机来做护卫舰的领军，大约有10艘的军舰，总吨位可以达到了10万吨，包括了驱逐舰、巡防舰都在这当中。那么在这一场军演当中，他们也试射了88式反舰飞弹，击沉了8船。但是我们来看到中国大陆如何来做应对呢？出动了包括在南部战区的部分，我们帮观众朋友统整一下非常大的战力哦，6万吨的辽宁舰航母战斗群一起南下，当中关心到的是四川舰4万吨的这个四川舰准航母，再加上055跟052D 哦，再加上还有来自于14艘这么多的一个舰艇，总吨位超过了20万吨。当中包括了来自于这个驱逐舰、护卫舰跟补给舰，并且在这边试射了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四川舰的战力，在这一场军演当中特别的备受关注，因为呢，它可以说是被大家视为是接下来的一个准航母哦、准航舰哦，它。里面的战力包括有电磁弹射跟拦阻系统上舰之外，还说可以跨航舰来支援哦。再来就是说，它可以起降固定翼的战机加无人机，点名可以在上面操作的就是歼35，定位上不再只是2栖舰，而是介在包括了2栖跟轻型的航舰之间的一个战力，并且它是自带空优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刚好是在习川会的前夕秀出了军事的肌肉，双方现在是在比上军事上面的角力，谁比较占上风，才可以在接下来的谈判桌上有更好的沟通吗？委员怎么看？是，我想习川会到底会不会真的如同外界预期的会面？我认为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变数哦，因为习川会能不能够会，关键一定是在伊朗的战场哦。那么究竟要如何先画上一个休止符？如果美国最后忍不住在伊朗仍然这个大开杀戒的全面开打了哦，那么我也不认为习近平会在这个时刻去见川普哦，因为毕竟美国正在打的是中国大陆的盟友哦。那么两个人见面恐怕也很尴尬吧？哦，那么究竟伊朗这件事情的责任该如何归属？那好了，就是我要看看这一次的这个军事演习哦。其实大家刚才看到了，思敏给各位看到那个电视墙的数据就知道啦。再怎么盛大的联合军演，总吨位10万吨，中国大陆随便派一群舰队下来，总吨位20万吨，哈，这就是差别了。各位了解吗？就你在人家家门口去搞个军演，然后你们每一个国家都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可是呢，因为你在我家门口，所以我随便派一下看家护院，我的人就已经比你多了啊。所以你真的认为说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能够对中国大陆造成什么样的威吓效果？我是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那你更不要提到说，美国已经自己把它全球的这个国际秩序领导者这样的一个地位，自己亲手给摧毁掉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看军演，那么就是一时一地的一个事件。可如果你把这个整个格局放得更大，你把整个地球当做一个棋盘来看，那么你就会发现这个军演根本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我曾经在这个节目跟各位提过，这个布里辛斯基写了《大棋盘》，在这个几十年之后，他写了第2本书，叫做《第2次机会》（The Second Chance）。他这本书就讲了什么？他说美国有第1次机会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可是美国没有好好的把握住。接下来呢，上帝再给美国第2次机会，1991年冷战结束，美国会成为单极霸权。这是美国的第2次机会，要牢牢抓住。他在这本书上讲了什么？他说，如果你要抓住了这次机会，你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固的国际秩序哦。可是你看，现在美国在做的是什么？是反向而行的。他在破坏整个这个国际秩序，在打垮所有的国际的游戏规则。然后他提醒了美国2件事。他说，第一，正当性比力量更重要。这就是美中现在的实力的消长啊。你说中国大陆现在的力量一定超越美国吗？未必。
可是中国大陆为什么在全球的正当性的地位在逐步的提升呢？因为它没有用以力服人、以力压人的这种做法，而美国正在持续的做这件事情。美国在发挥它的力量，而它忽略了正当性。这本书就提醒美国的第二件事情，不要过度使用武力。所以你看，美国果然就陷入了这个僵局。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一场没有出口的战争啊。可是美国现在还在迷信这件事情。你光看到这场军事演习，就他们认为，就是我用军事力量就可以展现我的威吓，那么对中国大陆造成牵制。可是殊不知，全球的整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已经改变了。伊朗的这场战争彻底的摧毁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了，就让大家看破了美国的手脚了。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就算日本来了啦，菲律宾来了，然后再来了一些有的没的国家一起来这个凑凑热闹，你们敢做什么呢？你们敢打中国吗？真的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假设退1万步，这20万吨跟你这10万吨就在南海开打一场，你们敢打吗？打得赢吗？好，我们看到这个西川会前，所以看到这个以美中为首的军事力量现在全部进出。那以军事面，我们也请干哥来做一下分析。因为这一次我们看到解放军带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编队，我们昨天聊，包括有这个准航母四川舰之外，其实还有这个今天特别聊到的是，再加上14艘的舰艇，是一个完整的编队。现在被说这些战力是超乎想象，那干哥又怎么看？因为说句实在话，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定是以母舰为中心，但这一次南下不太一样，因为辽宁号它带了新造的076两栖攻击母舰，叫做四川号下去。因为四川号跟它的前身075海南舰不太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前面的那艘075是标准的两栖突击舰，但是到076就变得摇身一变，它不是单纯的两栖突击舰，它等于是准航母了，它等于是小航母了，它只比辽宁号小一点。为什么？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系统，它就可以弹射歼35战斗机，它的弹射的能力可能会造成076要比辽宁号还要来得先进。大家了解了吗？为什么？因为它是后来才造的，辽宁号是第一艘我们国产的航母，对不对？当然，这个076它的技术水准是要跟现在的福建号来相提并论的。然后呢，它有2个舰桥，就是2个舰岛。2个舰岛是什么意思？这种设计只出现在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英国的威尔斯亲王号上面。也就是说，前舰岛是航海用的，后舰岛是战斗机发进的准备舰岛。也就是说，它的责任跟范围远远超过了两栖突击舰的设计。那这一次辽宁舰伴随着四川舰一起下去面对，也等于是说去跟那个肩并肩，就是说美菲日之间的肩并肩军演互别苗头，所以这个味道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一般而言，两栖突击舰不会跟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行动，因为任务不同。那这次我带着你四川舰去，代表什么？我们要联合训练。联合训练什么？当然是歼35啊，蓝鲨战机。今天我是不是能够在你的四川舰上面干嘛？非常 smooth 的起飞，也非常顺利的降落。还有另外一样东西叫无人机，攻击11。攻击11无人机是现在我们最翘首期盼的，那叫做重型无人机，好吗？攻击11无人机这次要验证它究竟能不能够在海上去执行应该它要负担的打击任务，就有点像美国的女武神计划、女武神无人机计划。如果说攻击11无人机能够在像这样子的4万吨的准航母上面起降，而且用的是电磁弹射，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晓得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解放军的舰队编队，它都有不同的意涵存在。它今天如果说能够进展到这个程度，再下来的舰队就更加的不一样，会有更多的076，会有更多的075，代表在正规的航空母舰战斗群之外，我们还有闪电航母，也就是带着像 F-35这样子的闪电战斗机，可以进行一般航母之外更多的任务。这就是整个
这一次的演习最大的意义。好，谢谢干哥。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在南海现在非常的不平静之外，其实呢，我们来看到第二在海上的战场，现在是在这个钓鱼岛的附近，说是开启了第二战场，原因是呢，中国4艘海警船直接搭载了机关炮驱离在里面开进来的日本的鹤丸号，更是一度与日本的巡逻船来对峙。那海警船当然是立刻对日本发出了警告，叫他们不要挑衅等等的。那鹤丸号带观众朋友稍微了解一下，过去呢曾经多次被指违规进入在钓鱼岛的海域，那是由日本的右翼人士捐款购置的渔船，所以一直被视为是不是右翼的一个象征。那也代表说大陆在接下来在钓鱼岛这边会常态化的做一个武装的维权吗？那岳老师又怎么看？这个跟刚刚那个南海发生的那个076就四川舰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四川舰是一个无人机的航母，4万吨，这个是展现了中国海军的威力。那这边讲的鹤丸号的一个驱逐的事情啊，是一个碰瓷不成啊，就有点像是闹剧一样的感觉。我首先强调什么叫鹤丸号啊？它的确是原来这个有一个这个中建军啊，就是日本人啊他成立一个尖阁岛守护会。里面所专门购买的这个，其实严格大家看一下，这个鹤丸号叫鹤丸号渔船了。它这非常小了，就这个大小也不敢公布啊。但是呢，它负有一个任务，它什么任务呢？原来这个丰臣秀吉的旗舰就叫鹤丸了这个小船用了大名字我乍看一下发觉，这好像是纸做的一样那种感觉那大家心里要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在钓鱼岛里面的事情的话呢，大陆是很明确的守了钓鱼岛里面的主权的维护，不是维护了，就是在那边固定的巡航已经超过1年的时间了所以说这个鹤丸号是过来想要弄一弄，讲了，当然了，有一些右翼的人士在那边大喊什么不惜一战什么的就讲了，但是大陆这边这个船还没过来就直接就扇了2巴掌就完了，就不了了之了。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但是它代表的意义呢，就是除了就是马上把这种碰瓷的事件这个解决了以后呢，另外呢，它是完全按照国际法的里面主权国家，它就是有管控有警告有取证而且现场取证，那么做得非常直接。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大陆现在呢，在这个钓鱼岛的事情，面对日本的话呢，这个层级拉得非常高，就是说可能在南海那边的话呢，就是避免擦枪走火，即使要开始的话，因为大家也知道，大家南海里面派出来的部队就是那个整个菲律宾演习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但是的话呢，在钓鱼岛这边的话呢，我觉得大陆这一次是有意识要拿这个鹤丸号那个给他一点这个颜色瞧瞧，所以鹤丸号一看到情况沾不了好处，就马上连滚带跑就跑掉了所以说呢，这里面可以讲的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大陆面对于钓鱼岛的事情呢，根本就不容许日本的右翼人士管你什么鹤丸什么大丸的，通通都不准你在里面做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要确保钓鱼岛的主权。好，谢谢岳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